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灵宠四大天王之一的无知奇，以下简称水猴子。卯兔、白泽、无知奇和香柳这四只灵宠之所以会叫四大天王，就是因为它们在这段时间用途最广，也是第二代灵宠中必抽的四只灵宠。水猴子的主战技能会对敌方血量最少的一列造成108%的伤害，并且还会对敌方前排武将附带50%暴击率和90%的最终伤害提升。若敌方存活单位少于6人，则灵宠攻击必定暴击，且暴击伤害提升90%，最终伤害提升200%。也就是说，水猴子的伤害是从敌方减员后才真正开始发挥的。主战水猴子的第二项能力是，每当敌方武将或首领每成功抵抗3次控制状态，水猴子的暴击伤害就会永久提升30%，并且还会对抵抗控制状态的武将额外追加1次攻击。这是水猴子的第二个增伤，主要还是用来针对使用贾诩羁绊可以无视控制的 SP 吕布的。只要队伍中有大量控制， SP 吕布每抵抗3次控制效果，就会使水猴子的暴击伤害永久提升，让水猴子的伤害越来越高。水猴子的第三个增伤效果，只要己方武将伤害增加属性的平均值每提升5%，水猴子的追加攻击伤害就会跟着提升1.5%，最多提升150%。追加攻击每回合只会触发1次。出战水猴子基本只适合队里有控制和增伤的武将使用。SP 刘备和 SP 郭嘉都是这类型的武将。主战水猴子主要针对的对象，自然就是使用助战卯兔和 SP 张辽搭配的二大赖皮王 SP 吕布和 SP 孙尚香了。助战卯兔的无限闪避仅对武将攻击有效，无法闪躲神兵或灵宠的攻击，所以水猴子的伤害就成了削减敌方1号位武将血量的最佳利器。哪怕是打不死，只要能将对方的血量降低，就可能让我方凭着更高的血量而获得最终胜利。不过即便如此，还是很少会有人将水猴子拿来主战用。原因是因为水猴子的助战能力比主战更强，这个情形就好像卯兔一样，虽然主战在灭队中也能用，但大部分的时间卯兔还是会用来助战使用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水猴子的助战能力。第一个能力会让水猴子在开场阶段结束时驱散敌方一个增益状态，同时为己方前排武将施加2层最大生命值30%的护盾，并为己方全体武将施加冰心状态，施加层数为持有的护盾状态数量。虽然技能上写的是为全体施加冰心，但如果此时武将身上没有护盾，还是无法获得冰心的。有了水猴子的开场前排2层护盾，就可以保证我方前排武将必定会获得2层冰心。至于后排的武将，除非队伍里有其他能提供开场护盾的效果，否则后排武将就吃不到冰心。水猴子的开场2层最大生命值30%的护盾，就相等于是直接让我方前排多了半条血量，这也变相的增加了我方对抗灭队的本钱。尤其是属兔这种专门打前排的。另外 SP 张飞在有了这2层护盾的加持后，也可以更容易的在开场就释放出龙魂技了。水猴子附加的冰心效果会附带10%的伤害结果减免，并且在受到不可驱散的负面状态时，还可以使其无效化。但每一次触发无效化的效果，就会使冰心减少1层。冰心的效果有点类似荀彧的能力，只要荀彧不解控，他的减伤能力就会持续存在。但不同的是，荀彧的能力只能持续2回合，而冰心却没有回合数的限制。假设对面无法施加不可驱散的负面状态，那么我方冰心的伤害结果减免就会永久存在。当然，以目前的环境来说，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SP 刘备的冰封在第2回合就会变成不可驱散， SP 孙策的红莲业火和 SP 貂蝉的迷梦，这些也全都是不可驱散的效果。光是这3个 SP 武将就几乎已经囊括了目前环境里的所有队伍，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冰心的发挥。冰心实际上是个有3重效果的状态，
它在不发动时会有减伤效果，发动时可以用来抵御不可驱散的效果，而且在消失后还会有消失后的效果。武将身上的冰心状态每减少1层，水猴子就会使其对面的一列武将受到30%灵宠最大生命值的化冰伤害，并同时使其最终增减伤降低10%，此效果最多累计3层。所以冰心就是个可以连消带打的状态技能，能减伤，能抵抗负面状态，还能让敌方的最终增减伤降低，并对敌方造成伤害。比起冰心在我方身上时的减伤效果，冰心在化冰后加在敌方身上的效果其实还更好用，因为它会同时使对方的最终增伤和减伤都被降低。当这些效果大量的叠在对面的主输出身上时，就会对全队更加有利。助战水猴子也会在每回合结束时，让己方全体武将获得2层冰心。这次冰心将不再看护盾数量，而是会稳定的加在所有武将身上。但若 SP 张辽已经进入伏击状态，就无法获得冰心。水猴子在累积释放8次化冰伤害后，化冰伤害还会进化成会额外对敌方前排武将附加不可抵抗的冰封状态，持续1回合。水猴子的冰封可以极大的限制将主力放在前排的队伍，只有那些不怕控制的武将，比如 SP 吕布或者进入伏击后 SP 张辽，进入浴火的 SP 孙策之类的，才会不受影响。水猴子的冰封也可以和刘备的无火被动联动，让冰封消失后，可以再随机对目标施加1层不可抵抗的眩晕或沉默效果。当 SP 刘备触发这个效果后，又可以使自身恢复1点龙魂值，增加释放龙魂技的速度。所以 SP 刘备实际上就是水猴子上线后最大的受益者。最后来说说关于水猴子的抽取建议。水猴子需要3星，才会有每回合结束前给我方全体施加冰心的能力。这是水猴子最基础的能力，所以水猴子的最低上场星数是3星。没有3星就无法上场，但3星的水猴子并不强，仅仅是能用而已，因为它完全没有输出能力。水猴子的输出全是建立在4星的化冰效果上，所以要玩水猴子就最少要抽到4星才行。4星的水猴子每回合结束只会对全体施加1层冰心，5星后回合结束施加的冰心才会变成2层。冰心的数量是直接和水猴子的输出挂钩的，因为它代表了水猴子每回合可能的攻击次数上限。不计算开局给的冰心，每回合全体1层冰心，就能让水猴子有机会攻击6次，2层就是12次，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水猴子能在什么队伍中使用？基本上能上 SP 刘备的队伍几乎都可以使用水猴子来助战。在此前，吕辽队有2个版本，一个是上 SP 貂蝉的，另一个则是上 SP 刘备的，但其实这2个版本的胜率都差不多。但在有了水猴子助战后， SP 刘备版本的吕辽队胜率就会超过 SP 貂蝉的版本，吕辽队会被替换掉的灵宠是鹿鼠。另外，加入了 SP 刘备的火烧队，一样也可以用水猴子来助战，被替换掉的是火麒麟。还有就是下一个版本的鼠控和再下一个版本的 SP 司马懿神念队都可以用水猴子来助战。唯二不用水猴子助战的 SP 刘备队伍，大概也只有主打第1回合的五子队和鼠突队了。不过加入了五红马超，主打第2回合斩杀的变种五子和鼠突队，还是可以尝试用水猴子来助战的。SP 刘备目前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主流队伍，所以作为 SP 刘备最佳配件的水猴子也是必须要抽的。那么没有 SP 刘备的队伍，比如女团又需不需要抽水猴子呢？其实女团也是可以用水猴子来取代酸泥助战的，但女团下一个更适合的助战灵宠其实是香柳，所以如果只玩女团，而资源又不是很够的玩家，可以考虑把卷留给香柳。其他都建议抽好抽满。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